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征，我们看一下前侧的这个轮廓。那么靠近拇指的这一侧，这一侧是拇指的，拇指的这一侧，它的高点啊，它向外凸出来的这个点呢略高，而且呢，这个鼓出来的部分和一个反向的弧度比较明显。那么另一侧小指对应的这一侧，它的凸点最凸出来的地方呢越低啊，它下来的这一块呢没那么明显啊，它很像一个弧线自然就鼓下来，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啊拐过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说从后面看，也就是这张图啊，同样就是把刚才那个特征翻过来了，对，这个特征会比较明显。我们画手臂的时候也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判断高点和低点的落差特征啊，这个高点的落差特征根据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来判断，你就记住小拇指一侧低，大拇指一侧高就够了。今天呢，我们讲一下上肢。上肢呢，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说复杂它也复杂。简单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结构啊，概括起来呢比较简单，类似于两个圆柱，然后关节一般都会把它概括成一个球啊之类的，哎，这是简单的概括。但是要说复杂呢，它的解剖结构比较复杂，尤其是在小臂和手这个上面的肌肉和筋呢特别的多。我刚才有个同学提到上肢的运动多，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呢，想要彻底的认识上肢的一个运动，我觉得对它的解剖结构要理解的更多一点。但是在前面的咱们的肩胸部和头颈部这个地方解剖，其实用到的并没有太多，几个主要的大块的肌肉掌握了就比较够了啊，更多的是它骨骼的造型，影响的外部形态，比如说胸腔啊和头骨啊这一块。那么前半部分是这样的，那么上肢呢，它的骨骼造型呢不太影响外观，就是对外形的影响比较少。那么我们认识它的解剖结构啊，才能够了解到它是如何产生运动的，它在运动的时候外形上面会产生哪些特征和变化。所以说上肢呢，我们要从上肢骨以及上肢的肌肉开始。那么上肢骨里面有锁骨、肩胛骨、肱骨、耻骨、桡骨，还有手骨，大概有这么几块骨头。那么其中锁骨和肩胛骨，它呢属于上肢骨的副肢骨，称为上肢带骨。然后上肢骨呢，这些属于自由上肢。自由上肢的话是通过肩胛骨和锁骨与胸腔相连啊，胳膊和身子是通过肩胛骨和锁骨相连的。那么手臂大幅度的运动也是通过锁骨和肩胛骨的运动来完成的。所以说，认识上肢的解剖结构，对于深刻的理解它的应用结构更重要一些。耻骨和桡骨呢，它们属于前臂骨，我们平时说的小臂、前臂，然后加上肱骨，共同构成了臂骨，就是整根手臂的意思。不包含手骨的这个部分就叫臂骨。那么手骨里面呢，包含了腕骨、掌骨以及指骨，手指的指，大致呢包含了这几个部分。手臂的骨骼构造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构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肱骨的造型。我们从前面看啊，它呢和肩胛骨挨着的这一块儿，这里是肩胛骨上的关节鱼，关节鱼呢是一个浅浅的小凹面，小凹面和肱骨头构成了一个浅的球窝关节，这个就是肱骨头，肱骨头类似一个半球，把另外一半去掉，我们只要一半，因为它是一个半球。然后在这边呢，它有一个这样的结构，是鼓出来的。当然了，没这么方，我是稍微概括一下。这里有一个膨大的区域，这里呢属于骨骼的膨大区，然后下来变窄，然后在大概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隆起，这个呢是颠三角肌的附着点。我们之前画三角肌的时候讲过，它大概在结束在上臂的1/2处，大概在手臂的中点啊，就是因为它的附着点在这个位置，它的结束点。
然后在这个肱骨的下端又有一个膨大区，它变扁，向两侧左右膨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内侧比外侧更突出一点，更鼓一点，更长一点吧。然后在外侧啊，注意这个我们画的是一个正面，从前面去看，从前面去看，在这里有一个球，在这里呢有一个圆柱，但是呢这个圆柱是外侧高，内侧低，然后中间呢往里凹，这样的一个造型，类似一个小滑车的造型，所以呢它叫肱骨滑车。这个特征一定要记住啊，它和手臂的运动比较有关啊，跟这个关节的造型有关。因为它这个造型特征呢，导致了它的前臂的运动轴，它并不是和上臂垂直的啊，它不是这样运动的，它的运动轴呢是倾斜的啊，因为外侧的这个端小，里侧的这端大，导致它有一个这样的倾斜特征。在上端膨大的这个区域里呢，靠近前边这里有一个凹沟，这个凹沟呢叫节节间沟，节节间沟。在这个节节间沟，这个沟两侧呢肯定是隆起的脊，这一侧叫大节节脊，这一侧叫小节节脊。那么这一侧呢，就叫大节节，这一边就叫小节节。这个作为了解，也不难理解这块。这个节节间沟是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是从这个沟过来搭过来，结束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从顶视图看，这个是后面，这个是前面，这是左右，这是一个从顶视图来看侧面和前面吧，这样来说。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啊，它的朝向不是朝着身体的正侧面的，身体正侧面在这里，它是斜朝前的，它是有点斜朝前的，它是这个朝向的。那么这一点呢，咱们之前在讲肩胸部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个时候我们是讲肩胸部带到肩胛骨，提到了这一个点。那么我们在讲手臂的时候，还要把这个特征再强调一遍，一定要记住，肩头不是朝着身体的两侧的，不是朝着正侧面的，而是斜朝前的。那它为什么斜朝前呢？就是因为它里面骨骼是这个斜朝前的，肱骨头的半球，肱骨头后面的膨大区，节节间沟，大节节、小节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看到肩头呢，有这个有肌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锁骨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肩头的朝向。你多讲一次呢，就加深一遍对这个的记忆和理解。啊，肱骨头是一个半球，然后肱骨的上端类似一个圆柱，然后肱骨的下端这块是一个三棱柱，类似一个三棱柱，这是肱骨的骨骼形态。再往下，我们看到肱骨的下端，从侧面看的时候，它是弯的，它是往前弯的。这个是下端的一个侧视图，从外侧来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的凸起，这里的骨骼呢向外凸，也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小骨点呢叫外上髁，因为它是外侧嘛，这个是外上髁，那么这个也就是内上髁。然后在内外上髁这两个骨性的小凸起往上走，它有一个棱，你看从侧视图比较容易看得到，这条脊叫外上髁脊，这名字都是有联系的。然后这个呢是内上髁脊，对这个呢有一个认识就可以了啊，不用做到能够默写，不用太那个死记硬背，这个东西知道就理解了。然后咱们再说一下上肢骨上臂骨的上臂骨的骨骼标记，其实它在体表的可见的特别少，在节节脊这个位置呢会稍微把骨骼往那个肌肉往外顶一点，但是骨骼的造型很模糊，我们使劲摸呢大概也能够按得到这块骨头，但是由于这个肩三角肌还是比较厚的，所以说骨骼的造型并没有那么突出，因为这个骨骼和皮肤之间其实呢是肌肉。像我们之前说的骨骼标记，就像这个锁骨，
那么锁骨外边其实直接就是皮肤了，所以说它的外形会更加的清晰明显一些。那么下边这块外上髁和内上髁在体表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可以作为一个骨骼标记。那么在肱骨滑车上边这里呢有一个小凹窝，这个小凹窝它叫什么呢？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知道就可以。这个呢也不太影响咱们作画，知道它呢是为了理解它的运动，因为那个前臂骨上面的耻骨是和肱骨相咬合的。那么在运动的时候，手臂在弯曲的时候，耻骨上面的这个结构呢，它需要一定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凹窝，它在屈臂的时候才能够进去也就是说让咱们手臂的运动幅度更大。这样，这是一个侧式的，上面是左侧，右侧式的外侧式的上臂骨，这里是呢外侧式的耻骨，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和这个滑车咬在一起，在运动的时候，上面的这个尖儿能够进去，让我们的手臂才能够产生这个更大角度的运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一说应该就比较好理解。对上臂骨的重点，我们需要了解的大概就是这些，有的地方呢需要牢记，有的地方呢只是做了解即可。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前臂骨前臂骨中的耻骨，也就是和桡骨相咬合的骨骼，在这个位置，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它是斜的，那它的轴线呢也是斜的，轴线是这朝向的，和上臂骨咬在一块的时候呢，它俩不是直的，上臂骨和前臂骨略微带点弯，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对它的理解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能画手臂画成，上面的胳膊画成这样，下面的胳膊画成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协调，非常的不真实，非常的假气。那我们画手臂的时候呢，上臂是这样，前臂呢是稍微带点弧度的，这样看着就比较的自然，比较像真的。耻骨，我们现在画的这个耻骨，像尺子一样的尺，它并不是直的，但它的造型不像尺子，它没有尺子那么直，它是略微带一点弧度的。那这个弧度呢，在体表是看不到的，这个是稍作了解即可。那么下面这个小圆球就是耻骨头，耻骨头在体表是能够看到的。刚才呢，我们刚画了它的上端，这个地方是一个它的膨大区，它的侧面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像一个扳手一样，像一个扳手，这个凹进去的这个造型才能够和肱骨滑车相咬合。那么在它后面的这一块，现在箭头指的这一块，这里就是耻骨鹰嘴，这里是耻骨鹰嘴。在伸臂的状态下，它不可见，就是手臂伸直的时候，伸直手臂不可见。在屈臂的时候，手臂弯曲，它就会突出体表。屈臂可见。等到我们具体画手臂的时候，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大部分情况下，比如说初学者就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手肘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这个部分，耻骨的上端膨大区我们画一个它的这个角度的造型。我在学习手臂的时候就是最一开始我去画手臂的时候，最难搞懂的就是肱骨、耻骨、桡骨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它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怎么动，怎么去画，很麻烦，很复杂。看了很多解剖书，结构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怎么去理解它们，怎么去认识它们才是个关键。就是在对它的认识还很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重点。特别容易搞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你到没到这一步碰没碰到这个问题？我是碰到过，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在电视上看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画面会更大。这是它上端，那么在这个地方叫滑车切迹，因为它是和滑车相咬合在一块的，所以叫滑车切迹。后面骨的这一块呢略微偏方一点，这里就是耻骨鹰嘴，刚才说这个地方。
这个小的凸起呢是一个冠突，那么冠突呢其实就是一种这种形状的一种凸起，在下颌骨上面也有一个冠突，说明它们是一种类型的一种造型。这个没有太多好解释的，因为呢它也不是重点啊，即便是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在侧面啊，主要是外侧啊，在外侧这个小凹窝呢，它是桡骨切迹，因为它是和桡骨相挨着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桡骨切迹。这个就是耻骨上端的一个具体的造型，也是认识啊，就是对它有一个认识就够了。然后我们要说一下它的背面，我们从这里画一个它的背面。背面看上面这里是刚才说到的是耻骨鹰嘴啊，略微偏方的一个造型。在这个耻骨头后面呢，有一个小的骨性凸起，一个小圆锥形，这一块叫茎突。但是它呢，我们只是认识它就可以了啊，它对外形的影响没那么多，我们只需要知道在画手腕的时候，在小拇指的后边，前臂的外侧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骨头就可以了，因为在体表看不到那么具体。然后刚才呢我说这个后侧要主要讲一下，因为后侧它有体表的骨骼标记，也就是在体表就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这里算是骨骼标记，耻骨鹰嘴，然后再往下一直到耻骨头。耻骨的背面是在体表可见的，但是呢，在体表可见的不是骨骼造型，而是一条边或者一根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耻骨的认识，大概这些就够了。那咱们接下来看一下桡骨。桡骨呢位于前臂的外侧，也是整个手臂的外侧。在手臂伸直的情况下，掌心朝前的情况下，它是在外侧的。它是一根上窄、上端细、下端宽这样的一个特征。它和耻骨刚好相反，耻骨是上端大，下端小，它是上端小，下端大，它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骨头上边的这一块呢，有一个带凹面的小的圆柱，这个扁圆柱上面的这个窝是和肱骨小头构成一个关节的地方，这是肱骨小头。在这个小小的扁圆柱下来有一块脖子，这块是桡骨颈，这些解剖学名的知道就够了，不用掌握。然后再往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桡骨粗垄，这个桡骨粗垄呢是肱二头肌的附着点，肱二头肌下来之后呢是结束在这个位置，它的主要的肌腱是结束在这个位置。再往下，它就逐渐变扁了，变宽了，下端就类似一个扁的方体。所以咱们在画手臂的时候呢，经常把小臂的前面概括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因为骨骼的造型呢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造型，扁的方块，一个扁的长方块。解剖上的东西啊就不想讲太多了，因为呢没有必要，我们对它的认识到一个合适应用的程度就够了。如果说想对于它的解剖认识的更多一些呢，我们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些应用解剖书籍来学习。然后咱们应该说到手骨了，上肢骨中的手骨。手骨的话呢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并不用去记忆太多，我们记住3个部分。这个是腕骨，我们先画的是右侧手掌的正面，腕骨对应的是掌骨。然后掌骨对应的是指骨，拇指的指骨呢有2节，剩下的呢都有3节。这个难都不难啊，都有一定的规律，就是画起来呢会稍微花那么一点点时间。腕骨
掌骨我就快速把这个字给一下，这骨。腕骨一共有8块，至于它的名称不重要，如果想要显摆或者卖弄一下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我们去通过解剖软件和解剖书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就不浪费时间去说这些了。我也没有去特别记忆这些骨头的名称，但是画多了你就认识了。多角骨、大多角骨、豌豆骨、月骨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一翻解剖书全都有啊，啥地方都有。然后手骨的话，我们对手骨的认识并不是认识它的名字，我们要认识几个地方。腕骨呢构成的造型是一个半圆管状，也就是说在手背的地方它是弓起来的，在这个地方有凸起，在这个地方有凸起，它们中间隆起构成了一个管道的造型。那么这个管道的造型呢，是前臂上面的一些肌腱通过的地方啊，前臂的肌腱从这个管道进去，连接到手掌，连接到那个指骨、掌骨和指骨上。这个是腕骨啊，这边是背啊，手背，这边是手背，下面是手心肘。然后还要记住一点，就是那个掌骨，大拇指，这个是大拇指啊，大拇指对应的大拇指的掌骨和这个多角骨啊，它们之间呢是一个鞍状关节，这个比较重要一些，这个要知道鞍状关节。然后关节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会具体去讲，大家知道这里是一个鞍状关节就行了。还有它的运动轴，它的运动方向跟它的运动轴相关。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2个方向，并不是说它只能动2个方向，因为还有别的骨骼带着它动，所以说我们大拇指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大拇指和其他4个手指的运动方向不一样，所以才能让手掌构成这种抓握的造型。如果关节都一样的话，那么只能朝一个方向，我们这个5个手指就不能抓握东西了。大拇指和其他手指的运动轴运动方向不一样啊，在于这里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它的方向啊，它的方向朝这，其他手指都是朝这。然后其他的掌骨呢，从这边到这边啊，都是一个底端类似一个小方块的形状，然后变瘦下来呢，那末端是一个球形。在这里呢有一个规律，这个是第1掌骨啊，大拇指这边呢是第1掌骨，这是第2掌骨，这是第3、第4、第5。那么第2掌骨是最长的啊，不是中指对着的掌骨，这个是最长的，这是第2长的，第3、第4，它是第5，但是它是最粗的。这个这个也是需要稍微记忆一下，最长的是这个，最长的不在这里。然后指骨的话，这个叫近、中、远，越往指尖越远。中指长啊，中指对应的掌骨不是最长的，中指是最长的。然后指尖呢构成的形状是这样的，这边是最长的。手骨上面呢，我们需要掌握的呢有这些，然后还有一点还有几个点，就是我们的手骨、腕骨，然后对应的掌骨，掌骨构成的造型呢也是一个有弧度的。腕部构成的这个弧形呢，这个叫腕弓。这个手掌对应的这个手掌构成的这个弧形呢，这个叫掌弓，也就是弓起来的一个造型。然后手指就没有指弓了，因为手指太灵活了，到处动，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弓形。那么从手腕一直到手指，在手放松的状态下，它也能构成一个自然的弓形，这个叫纵弓。横向的和纵向的，这个叫纵弓、半弓、掌弓、纵弓。比如说我们在画一个手的时候，我们画手掌对应手指，这直的是不是不好看？就会特意摆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么想要画一个自然放松的，这样就比较自然一点，是吧？这个就是一个纵弓、慢弓、掌弓。这些我所给大家讲的这些重点知识点的话，大部分很多咱们在其他的书籍或课程当中都很难找到，一般不会讲这些，更多的可能就是给你讲一些体块的概括，让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把它当成一个方块当成一个圆柱怎么让它去接起来这些这些只是概括起来的一种概念化的结构。那么我给大家强调，这些都是一些自然上面的特征，自然特征比较关键。如果说你想要画的更写实更真实一些，这些是需要了解的。然后在手腕的腕骨这里呢是一个弧形，这个弧形呢它和谁对着呢？刚才我们所说的桡骨，桡骨的下端是对应掌骨的，它们两个是挨在一起的。在它旁边这里呢有一个
结构，这里就是耻骨头，这里是耻骨。桡骨和腕骨之间的这个关节是一个椭圆关节。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手骨上的骨骼标记，在手的背部主要是手掌的背部这个位置呢，骨骼的造型比较明显，这里非常的这上面没有肌肉的覆盖，只是皮肤，然后下面就是血管和前臂一些肌肉的肌腱过来，所以呢，这个地方的骨骼造型会鲜明一些。然后在屈手指的时候，在指关节处的骨骼呢会看得到，但是骨骼造型是模糊的大概能够概括成一个偏方的一个形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掌骨头、掌骨底一个方块，这是指骨的一个基本造型。那么我们手在弯曲的时候，在手背能看到几个很大的关节，这个位置对吧？这里呢就是掌骨这里是掌骨的造型，这里是一根掌骨，这里是指骨，突出体表隆起来的这一块是掌骨头，这一端呢与腕骨相连的是掌骨底，然后有一些肌腱呢是从这上面过来的，让这里显得更鼓。我发现有的一些解剖画错了的，就会把这块鼓起来的地方呢，把它当成手指骨的骨突，那实际上呢，它应该是掌骨的骨突。然后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画拳头的时候这个骨头的鼓起来的地方，它会有一个这里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凹陷，这个凹陷就是掌骨和指骨关节的地方。那你知道了这个，你在画手的时候，包括你在写生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造型，你知道这个特征，你知道这个结构，你就能够发现这个特征，你能发现它，你就能表现出来。你画出来之后，它就多了一个层次，虽然很微妙。有一些为什么人体要讲到这么多呢？因为人体上的变化很微妙，就是我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我在对人体理解这么深刻之前。就是对人体还没有太多的理解的时候呢，我画人总是画的感觉简单，很多内容表现不出来，哪怕是非常的努力了，想要画的跟模特一模一样，想要画的跟模特非常接近，但是花了很大力气依然画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懂它内在的深层的结构，所以说表层的一些微妙的变化你就发现不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微妙的特征你发现不了，你就画不出来，画不出来，画出来的东西就简单。就是怎么画它也简单，画不出内容，画不出东西。那你知道了多了之后呢，你就能够发现，能够看到你在表现的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就能够给它画出来，画出来它就不简单。骨骼的形态，上肢骨里面的骨骼形态特征，以及它的一些重点和需要稍微了解的地方，咱们都已经讲过一遍了基本上对于上肢骨的认识到这种程度，那就非常够用了。那接下来呢，我再做一个骨骼结构的简化图。如果说我们拿纸去剪一个这个的形状一个竖着的形状，我们就把它作为上臂骨、肱骨，或者说上臂一个倾斜的线，这条线呢不剪断这条线是虚线，是用来折的，与虚线方向相垂直，它应该是往这边转，往这边偏一点。那这个呢就是前臂骨，那么从这个点连接到这个点，也就是桡骨和尺骨的运动轴线，这个就非常好的模拟出来前臂的基本特征基本的运动规律。那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这样折，这就模拟了我们曲肘和伸手肘。那么前臂上面的运动呢，就是尺骨和桡骨和上臂相连的，这是尺骨，另一侧就是桡骨。那桡骨和尺骨的运动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这样折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掌心这里本来是掌心随便画一个小手这是掌心，那么绕过来之后，这里就是掌背掌心的话看起来手指会长一点，掌背的话看起来手指会短一点。
也应该是长辈看起来长一点。OK，那我们就不用长短来区分了，我们用这个关节啊，有这个骨头关节的长辈，这是掌心儿，这是手掌背，耻骨和桡骨就是这样运动的。桡骨转过去，掌心朝前，这个时候桡骨的状态呢是旋外，就是往外旋转。掌心扣过来呢，它是旋前，这里是旋前，这里是旋后，这个就是它的运动特征。桡骨在转过来的时候，它会和耻骨交叉，但是上端它在外的这个特征是不会变的，不管呢它怎么活动，就是这样做，不管呢它是怎么活动，桡骨的上端都是在外边的，都是在外边。刚才对于上肢骨的认识呢，到这种程度就非常够用了。然后我们下面来说一下上肢的肌肉结构。上臂的肌肉结构呢比较简单，主要呢就是三块，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那么中间呢有一块叫肱肌。上臂的造型比较简单，那么前臂的话会略微复杂一些，但是我说的只是它的解剖结构，它的肌肉结构会比较复杂，会有比较多，但是对于咱们画来说，并没有难度太大，因为我们把它归纳成几块去用并不是说把它的每一块肌肉都画那么清晰，按照它的所在的区域，它的功能在外观上的一些造型特征，把它归纳成几大块。上臂的话，我们主要认识这几块，肱二、肱肌，后边的就是肱三头肌。它们的一个整体造型呢是后宽前窄，然后略微扁的这样一个形状特征。如果概括成方形呢，也是后面宽，前面略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特征。那么对于前臂的肌肉呢，我们需要进行几个归纳，把它变成几个部分。这个我们就不按照单块的，你像这种单块的肌肉了，因为下面是比较小块的肌肉，那么比较小块的肌肉，它就要进行一些有目的性的整合和归纳。肱桡部、伸肌部与屈肌部，其实就是一块呢伸肌，一块呢作为屈肌肌群，然后另一个部分呢里面包括这个肱桡肌和另一块那个伸肌，当然就把它们统称为肱桡部吧，因为它们的附着点呢是一样的，一会儿我们具体说。前臂的话概括成这样几块肌肉呢就比较好画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上臂的肌肉，我先来画一个骨骼的造型，这个呢是肩峰，那么肩峰对着它应该就能反应过来这是什么了，这个是锁骨。大概画一下，不画太深入。肱骨头，肱骨的大结节与小结节，结节间沟。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二头肌的附着点，肱二头肌的附着点，一个呢是在关节盂的这个沿儿的上面，另一块呢是在肩胛骨上面会突，肩胛骨上面的会突上，在会突的顶点。那肱二头肌呢，它有一个长头，它有一个短头，长头在这儿，短头呢在这儿，这是二头肌的附着点。那么对于它的附着点呢，有这些认识就够了。再往下，下面变胖了。这个肌肉的形态比较胖，比较大。如果特意练过的话，它会更大。我们每天拿哑铃做这个曲臂的运动啊，这个手腕朝前的曲臂的运动就练习肱二头肌。我的这个肱二头肌就比较饱满，不过你们看不到。然后下端呢，它是一个附着，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肌腱，但是呢，比较长的这个部分呢，被遮盖在前臂的肌肉里面了，所以说我们在体表呢也看不到。但是肌腹和肌腱这个衔接的这个部分呢，在体表能够看得到。有的时候我们画一个手臂，这个地方下来它有一段比较直的这个线，这块就是肌腹和肌腱连接的这个部分，这是前臂，这块肌腱是可以看到的。二头肌不是直接连到这儿的它呢就是附着在桡骨粗隆。
这个大家一看应该就知道我画的是哪里了吧？这是上臂骨的后视图。那么后视图我们来看的就是肱三头肌，因为二头肌和三头肌是上臂的主要外观形态。这个地方有一个附着点，这里呢有一个面，整个面都是肌肉的附着点。那么这个是肱三头肌的内侧头，这只是一个附着点啊。它内侧头的话呢，是这样，这个造型，然后结束在耻骨鹰嘴上面。内侧头在外侧其实是看不太明显的，我们看三头肌更明显的是它的长头和肱三头肌的外侧头、内侧头，然后里边呢就是肱三头肌内侧头以及肱三头肌外侧头，这个是内侧头的附着点，在肩胛骨的外缘上，这里呢是外侧头附着点，在这里，这是两个肌腹，比较鼓比较大，同时呢它也比较短，它的肌腱会长一些，对，这是它的肌腱。那它肌腱呢也是结束在耻骨鹰嘴上，这个位置呢是在耻骨鹰嘴上。那么一般我们在体表能看到的就被这个附着点呢都被这个三角肌遮盖住了，我们能看到的有限，因为我们平时屈臂的时候用力比较多，所以呢肱二头肌会比肱三头肌更容易练一些。那么我们使劲去做伸臂的时候，肱三头肌收缩，然后肱三头肌才能够被练到的多啊。一般肱三头肌，因为肱三头肌用到的比较少，所以说它的外观呢没那么发达，除非是刻意练的健美先生啊，一些健身爱好者。如果普通人的话，肱三头肌不会太明显。我们记住，肱三头肌肌腹比较鼓，肌腱比较长啊，这个是它外观上的形态。大圆肌是从肱三头肌内侧头的前面过去的，这样过去的。然后小圆肌呢是从它的后面过去的，肱三头肌内侧头是插到大圆肌大圆肌和小圆肌之间的，然后这块是冈下肌，这个是它的解剖结构，这块结构的穿插会稍微复杂一点，所以说要讲解一下，我们只对它进行概括是不太够的。然后那个上臂的肌肉呢，主要是前面一块肱二头肌，后面一块肱三头肌，还有一块刚才我们说的是肱肌。肱肌的话呢，它大部分位于里边啊，位于深层，在体表上面呢看不到太清楚它的轮廓，但是呢，它对于外形的影响是默默的。它在肱二头肌的下边，它是结束在耻骨的贯突这个位置。我们从它的剖面图上来看的话呢，能够看到它的厚度还是蛮大的，大概在手臂的中间啊，我们画一下它的剖面图，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中间的这一块儿，它就是公肌。你看，我们从这个横截面上来看，能够看得到它很大，其实很厚，但是它在外形上面可见的就不多，在外形可见的就非常少。再填上脂肪啊，再填上这个皮肤啊、血管啊包裹起来，其实在表面身体表面比较难看到它的轮廓，这个是公肌的一个特征。对于公肌的话呢，我们就先认识这么多。那么上臂的肌肉呢，我们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前臂的肌肉。前臂的具体解剖啊，那么多小块肌肉，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解剖书或者说解剖软件去认识。那么咱们就讲它的概括就好了。概括的话，我先来画一个正面的，从前面来看，这个是肱二头肌，这里是肌腱伸进来被遮住，被压盖住，到手腕的外侧这一块肌肉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肱桡部啊。那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鼓比较大。现在画的这一块呢，它是屈肌部，在前面看屈肌部比较大，因为屈手掌、屈手指，手在弯曲的时候，是这些肌肉在起作用，
手掌在弯曲的时候是这些肌肉在起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啊，你呢伸出你的右手，掌心朝上，你把你的左手盖在这个部位，把你的左手放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弯曲你的手指，你能感受到这块肌肉的收缩，你能感受到这块肌肉收缩，你可以试一下，这就是屈肌部，因为结合这个真实的感觉会更容易去记忆一些，因为前臂它复杂的东西太多啊，咱们抽丝剥茧把这个重要的东西提炼出来，但是它理解呢也是需要一些耐心啊，需要一些分析和理解才能掌握。然后我再画一下它这个背面，这个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前面是屈肌部，那后面呢，这个应该一猜就能猜得到，它一定是伸肌部，它是伸手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部分的肌肉，也就是手掌背部连接的这一面，这也就是前臂上面的一些肌肉的归纳。这个位置呢，就是屈肌部从背面去看，能够看到这么多。这个位置就是耻骨鹰嘴的位置啊，在这里呢有一块三角形的肌肉横跨过来，这个就是肘肌。耻骨鹰嘴连接的这一块呢，就是耻骨的骨骼标记，在体表能看到。连过来之后呢，就是耻骨头在体表上特别明显的一个凸起的小骨头。这个部分就是弓桡部，从后面看，它的起点要高一些。弓桡部呢，这两块肌肉呢，它的附着点都在肱骨的外上髁脊上面。弓桡部，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手离我们近一点，大概在这里，大概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前臂。那么我们看一下弓桡部在哪里啊？弓桡部呢在这里。我们如果说把手腕呢概括成一个扁的方块，弓桡部就在手臂的外侧，也就是大拇指对应的一侧大拇指对应的一侧。前面这一块比较鼓一些，因为这两块肌肉的附着点呢，一个在这个扁的方块的这个点上，一个呢在这个点上，所以说我们就把弓桡部的这个造型，转过来之后，给它结束在这个外侧面，大拇指的这一侧。然后伸肌部在手背一侧它对应的手背，这些东西我们单独去记忆呢不好记，一定要跟手结合起来。弓桡部在拇指的一侧，屈肌部在掌心的一侧，这个伸肌部也就是现在画的这个伸肌部在掌背的一侧，它连接的是掌背。有的时候我们画一个前臂呢，你看分辨不出来它是哪个朝向的，哪一块在哪里，我们就去看他的手，如果他的手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一块我们就能判断出来，它拇指对应的这一块呢，肯定就是弓桡部，弓桡部在这里，那么这一边肯定就是屈肌部它是屈手指的一块肌肉，一个肌群。我们通过手掌去判断前臂的三块肌肉。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伸肌部里面的大概的几块肌肉，这里面呢大概呢有这么4、5块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也不用太纠结这几块肌肉，我们就说一下这里面呢有一个特点，中间这块会稍微大一点，在这里呢有一条比较窄，但是呢它又挺明显的，很容易明显，很容易在体表能看得出来。这一条呢是连接到小拇指的，它叫小指伸肌。这个特征呢，米开朗基罗也非常的熟悉，他雕的那个摩西，我们就能够从他那个手臂上看到他这条肌肉，这个是小指伸肌，又细又细小又明显，这一块是小指伸肌。中间比较大的这一块呢叫指伸肌，那么指伸肌
它下来之后呢，它的肌腱基本上在这个中间过来，它覆盖到4个手指，也可以说呢，它肌腱下来之后，在这里分成四路，分别朝向4个手指，然后在手指掌骨的地方，大概在掌骨的地方，这几个肌腱的中间又有一个连接结构，这个呢叫腱间结合，这个知道就可以。在下面到手指，那再到手指上的这个就不可见了，在体表看不到了，我们可以先去暂时忽略它，但是它会一直连到最后一节指骨上。那这些在体表都看不到，我们在手指上根本看不到筋，看不到肌腱的样子。在肌肉较发达的人，手臂中深肌部，也就是手背对应的这一侧，这一侧的肌肉呢比较容易观察得出来啊，这一组肌肉里面容易分出来各个肌肉的轮廓。但是呢，在前侧即便是肌肉很发达，也不太容易分出来这里面的各个肌块的独立的造型。这个地方呢有一块旋前圆肌，桡侧腕屈肌、掌长肌等等，这还是一大堆这里边的细分的这个肌肉比较多，肌腱也比较多。但是呢，这些肌肉在体表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它独立的造型这一点要记住。手掌对应的这一侧看不太出来，手背这一侧比较能看得出来。手掌对应的这一侧比较厚、比较大、比较鼓，然后手背这一侧呢略扁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画一个手臂的前臂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知道哪边是手心了吗？就上面这肯定不是手心，这是手背，是吧？下面这一块是比较鼓的，上面这块略平的，这就是这个特征。这以上的这个特征影响的这个外形我们知道这个特征的时候，你再去画一个手臂，就不至于把两边画的对称，或者说画的相反。这个造型还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前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造型特征呢？就是靠近手肘一端肉质比较丰满，靠近手腕一端比较扁平骨感，因为肌肉的肌腹大多数都存在于这一侧，靠近手肘这一侧。然后再往下就是肌腱，肌腱呢就比较瘦了，基本上就围绕着骨骼有一圈肌腱，然后很容易，因为骨骼造型呢偏扁方，那么它的手臂的外形呢也就比较容易概括成这种造型了。这个造型特征是由它的解剖结构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征，我们看一下前侧的这个轮廓。那么靠近拇指的这一侧，这一侧是拇指的，拇指的这一侧，它的高点它向外凸出来的这个点呢略高，而且呢这个鼓出来的部分和一个反向的弧度比较明显。那么另一侧小指对应的这一侧，它的凸点最凸出来的地方呢越低它下来的这一块呢没那么明显它很像一个弧线自然就鼓下来，稍微有那么一点儿拐过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说从后面看，也就是这张图同样就是把刚才那个特征翻过来了，这个特征会比较明显。我们画手臂的时候也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判断高点和低点的落差特征这个高点的落差特征，根据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来判断。你就记住小拇指一侧低，大拇指一侧高就够了。以上就是前臂的要点，掌握了这几个点就够咱们画了。咱们可以通过课下的时间再自行补充这个里面方面的小的解剖小的解剖知识，比如说各肌肉块的位置然后前臂上面包含哪些肌肉主要是深肌部，就是手背对应的那一侧，这些都可以再补充。你可以通过，因为这些东西你在任何解剖书里都能找得到，所以咱们就不花费太多课上时间去说。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种应该是大家都能够都知道的手臂的概括手臂的体块概括呢特别简单，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见过，铁链的这个环儿，用它来概括手臂的也比较多这方面的教程比较多，大家要是有心在网上去搜罗的话，应该都看得到，这个也不新鲜。主要是啥呢？这个手臂的体块它不是圆柱的它是个扁的，那么上臂和前臂它又是错位的，错位了之后呢，它又是相互咬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就被总结成这样的结构去归纳它很多人也都这么去画，也都这么去讲。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简单一提。那我想概括成这样啊，我不想太规矩的造型，因为太规矩的造型呢不太符合自然特征。上面宽，下面窄，然后中间呢更扁一些，前面圆一点。通过这张图，大家能看得出来我现在画的是哪个角度吗？上面宽，下面窄，这个什么呢？是肱三头肌肌腹比较宽啊，肌腱比较窄。然后呢，外侧看，也就是后面宽前面窄呢，就是后和前，这是外侧，这就是上臂。从后边的角度去看，第三角肌，在这里有一个偏方块的一个小结构，翅骨鹰嘴，上臂和前臂相咬合，这条是它们的咬合线。外侧肯定是对应着拇指的一侧，拇指的一侧呢，这个最凸点是高的，内侧凸点是低的，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画到这里，大家知道大拇指在哪边吗？大拇指不在这边，大拇指在这边。大概其画，能够看得懂，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不画的太详细。那么如果说想要把这几个部分分出来，这里就是弓桡部，这里就是伸脊部，那么这里就是屈脊部，然后耻骨鹰嘴过来，到这里正好呢是耻骨头，也就是小拇指后面的这一侧。就是只要把这些关系都对应上了，前臂和手的各个关系对应上了，那这个结构就对了，就出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那我画一个手臂，然后呢，它的弓桡部呢是转过去的。我们看到的这边呢是手背对应的伸肌部，然后伸肌部下面呢是屈肌部。那这个手臂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手应该怎么去接。手是这样的，这边是手背，这边就是小拇指。就是手臂的话，难点我觉得更多的在这个前臂上面，前臂上面的几大肌肉块以及前臂和手的连接，以及手，就是前臂的上肢的难点和重点在这里。那么刚才有同学说想要讲一下腋下，其实腋下并不难，因为腋下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这里是肩三角肌，三角肌这压盖住的是胸大肌，然后胸大肌计数一条压一条过来，它们呢共同构成了腋下的前臂，然后是它们同时压着肱二头肌。在这里呢，如果说抬得高一点，还能看到一小块肌肉，一个三角形的小肌肉，这一条呢是会肱肌，它是连接到那个会突和肱骨上面的，会突在这里，就是在体表能够看到这么一点。我们画到腋下的时候呢，一般不太去画腋下的解剖，因为腋下的肌肉形态也没那么明显。如果正常放下的时候，腋下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里呢，会有肱三头肌和背阔肌挨着的形态，背阔肌和胸大肌之间呢又有前锯肌的形态，是这样。那如果抬起来的话啊，画一个这个手臂啊，这是肱二头肌，这是肩三角肌。然后肱二头肌抬起来的时候，肱二头肌短头的肌腱呢可能会被看到一点。这里是胸大肌，那么在肱二头肌下面会被压盖住的一块儿，这一块儿呢是会肱肌，刚才咱们说的会肱肌，然后肱三头肌会更大一些，更鼓一些，在这个动作下是二头肌收缩，三头肌被拉伸，所以呢它的弧度会更大，它的弧度会更小，哎，隆起来，从这个位置伸出来的，这是背阔肌，背阔肌的指点在肱骨上，然后呢，在这个位置过来的呢是大圆肌，大圆肌要跑到后面去，这个
这个大圆肌呢是要附着在肩胛骨的后表面的。这里是肩胛骨的话，这里是大圆肌。那么这里是肩胛骨的话，前面的这就是胸腔。胸腔的话又在肩胛骨的前面，在胸腔和肩胛骨之间又有这个田距肌出来。所以说你看，如果说这个肌肉都画上了的话呢，哎，这些部分就被遮住了，就会看不到。在这个下面有一大块肌肉，这一块就是弓肌，它的外形上面不太明显，它的轮廓不明显。这一块就是肱三头肌，这就是腋下的解剖结构。但是呢，在腋下这里其实遇到的情况不太多啊。在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肱二头肌下面压的三角形的是会肱肌就行了，在会肱肌下面出来的呢是背阔肌，背阔肌在前，然后背阔肌下面的这一块是大圆肌。先主要记住这几点就可以。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其实我们掌握上肢更多的呢是先去了解它的解剖结构、骨骼与肌肉，还有就是怎么去进行归纳，然后咱们再去把它变成体块。这样的话，我们再画起来，你看就更加的自然，更加舒服啊，而不至于我们简简单单的把它当成是圆柱啊这样去画呀。就是你这种东西你画再多，哪怕画100个、1000个、1万个，你对它的理解也仅仅只是停留在这里。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内在结构了解更多，你再去归纳的时候，哎，简简单单的几笔，你就可能带出来更多的自然形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